近月7868导热硅脂的15天耐久测试结束了，我们先对数据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。首先在红米记上，在性能模式下 ，CPU 部分上机就卡在了温度墙上，99度70瓦，但是过了15天之后 ，CPU 温度到了100度，功率只剩下37瓦了，这个表现确实很一般。并且 CPU 在均衡模式下，经过15天的烤机，竟然也到了100度，功率也只有37瓦多了。我们拆开观察15天之后的 CPU 部分的硅脂压痕，可以看到硅脂有明显的液化现象，并且有了大面积的硅脂缺失，这也是衰减的最大原因。反过来再看显卡部分，温度竟然还下降了不到2度，功率呢也都是130瓦，这就很神奇了。基本也排除了说我们个人操作失误的问题，有可能就是在核心面积更小的这种笔记本锐龙的 CPU 上7868的抗衰减性能确实一般，但是显卡部分呢就没有问题，经过15天的烤机反而还能降温。再来看拯救者 Y9000P 这个机器的数据呢，就和锐龙的 CPU 上面有了比较大的差异。上机校准测试也没有跑出来最大功率，但是后来我们又做泰基诺 PCM800X 这个优化版的内测的时候，依然是可以跑到100瓦的，所以可能并不是贴合出问题了，只是单纯的在大功率移动核心的 CPU 上表现并不是太好。但是经过15天的测试之后同样97度的温度墙，7868竟然跑出来比上机更高的功率，87瓦还多了2瓦。均衡模式呢也是一样。我们观察 CPU 部分的拆解压痕 ，CPU 的硅脂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中心空洞和液化现象。但是我们反过来看显卡部分，和红米记一样，前后都是150瓦的情况下，温度还出现了2度的下降。从拆开的硅脂压痕上来看，在核心中心区域硅脂覆盖的非常好，边缘呢有些许缺失，和之前测试的很多硅脂呢都是类似的现象。在台式机的13700K 和超龙3080上 ，CPU 和显卡部分15天前后的表现呢都不错，温度都有了个1到2度的上升，排除测试误差，和7950、7921那些比，都是前后升高了1-2度的温度，算是符合预期的表现。从拆开的硅脂压痕上来看 ，CPU 部分呢依然是表现得非常完美。显卡部分出现了边缘的硅脂缺失，相比之前测试的冷酷师9211和7950那些相比，缺失的面积呢稍微要大一些。在 1260P 上，上机温度呢是80度，15天之后的温度上升了8度，和7921的表现呢非常接近。从拆开的硅脂压痕上来看 ，CPU 表面的硅脂出现了明显的液化和缺失现象。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信越7868作为一款上市很多年的经典型号，在面对现在的移动核心的 CPU 时，表现的和7921几乎是类似的，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衰减现象。和相面化材料来比，在面对移动核心 CPU 的时候有了明显的弱势。但是在台式机 CPU 和显卡核心上的表现呢，依然是非常的稳定。7868呢，由于是含溶剂的硅脂，所以在充分烤机后会出现温度下降和芯片功率上升的情况。虽然前后的差异呢可能也并不大，但至少这个测试能够证明7868所谓的磨合期不是谣言。叠加上7868这个很好的易涂抹性，远远超过7921的这个操作便利性，还是一款不错的导热硅脂。那么7868的分析到这就结束了，我们对外公测的型号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。本合集的后面呢还有最后一期，将会是对整个长测阶段的一个总结，把这几款硅脂的各种表现利弊拉通出来，我们整体分析一下。希望呢能让感兴趣的朋友对不同导热材料的特性，甚至是不同芯片上的导热材料的表现差异有更多的了解。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，关注我们，点赞一下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。好，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，有时间的话呢，欢迎大家来逛一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